这个小胖子最近放学一回家就得钻被窝子里办点事儿，而且最近还总是精神低落，甚至连饭都不吃了，腾出时间来就直奔保健室。放学的时候也是抄近道翻墙回家，看他火力这么旺，柯南直接半道逮住了他。你 emo 了，你 emo 了，你死啊！说啥呀？赶潮流呢？眼见自己的事儿藏不住了，元太道出了实情。原来他感觉最近有人想搞死他。冗談やめてよ健太君。小学生が殺し屋に狙われるわけ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咱讲话的大家都是被追杀，你看灰原天天多开心。元太说他最近经常被摩托车撞，还被人从天桥上往下推。你们说啥品种的玫瑰经得起这样的摧残啊？腰子都快给我撞掉了。话还没说完，突然一个大型广告牌照着元太脑壳子就砸了下来。还好柯南以一个大逼斗扇开了他们。这会儿柯南发现牌子的联系线被人整齐的切断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元太阳寿已尽。这说明真有人要搞死元太。这人知道元太每天放学都会来假面超人这儿扭蛋，所以他便准备把假面超人扭蛋机和扭蛋的元太一块砸死。这会儿几人准备吃点汉堡压压惊。原来元太之所以被搞，是因为他最近见过一个男人，没多久这人就变成通缉犯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强盗。这个职业在米花10年前还比较流行，但现在在米花已经是濒临灭绝的稀有物种了。毕竟杀人才是米花的新潮流。作为一个良民，元太当即就报了警，但智商限制了元太的正义感，他根本记不起是在哪看到那个强盗犯了。但好在元太记得当时有个黄毛哥跟他一起看到的那人。元太想拉他报警，但咱讲话的这黄毛一看就不是啥良民啊！他一个大逼斗就给元太嘴都抽歪了。其实严格来说，元太也不知道黄毛见没见过强盗犯，他只记得自己那天困得要死，不知不觉就看着那个强盗犯睡着了。而在睁开眼时，就只剩下黄毛哥了。他记得那天强盗犯抽烟用的是左手，还穿了一件骷髅 T 恤。没错，就是那件 T 恤。几人赶忙上前拷打服务生，但元太第一眼一瞧，长得不太像啊。虽然 T 恤一样，但上面的数字却不同。强盗犯身上写的是202。通过服务生，几人打听到了那家 T 恤店，但邪门的是，他家店里竟然没有202那个样式的 T 恤。这会儿几人只能把重点放在元太是在哪儿遇到强盗犯上，会不会是电影院？不，那里不能抽烟。咱讲话的怎么不能抽啊？只不过抽完后做好被吊死的准备就行了。那有没有可能是餐厅？也不是，当时他一直在看报纸，啥也没吃。但话说回来，我盯着他看了那么久，他好像也没生气呢。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怪不得刚才怎么找也找不到，原来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呀。柯南懂了，原来当时元太是在眼镜店见到的他，因为他当时把眼镜拿了下来，交给了店员清洗，所以元太盯他那么久，他也没有生气。柯南，你装你。柯南，你装什么大侦探？我这智商这辈子用不上眼镜。まあまあ、工房にも筆の誤りと言いますし、がっかりしないで。因为调查无果，众人就准备回家了。在路过一家法国料理店时，元太突然发现上面挂着3色旗。咱讲话的，这旗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元太觉得这好像跟强盗犯有关系。没错，柯南这个小瘪三就爱穿这套颜色，他就是强盗。コナンがひったくりするわけねえだろ。这会儿步美也回家了，只剩下了元太一人。幸好还有一位小黑不离不弃陪着元太。然而元太在经过一面镜子时，瞬间脑袋轰的炸开，他终于想起自己是在哪里看到犯人的了。元太一路狂奔，坐上了电梯。巧的是，黄毛哥也跟了进来。原来监视元太的小黑子就是他。他说是因为担心元太被强盗杀掉，所以才一路暗中保护的。但他说着说着，却从兜里掏出了刀子。这会儿电梯门开了，这边先生，这里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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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左手抽烟，还穿着202 T 恤。本来米花警方的智商就略低于边牧，这种描述可真是难为他们了。那天元太啊，其实是从镜子里看的强盗犯，也就是你，黄毛哥。元太那天去的地方面前一定有个大镜子，而且还能让他睡觉，那也就只有理发店了。因为镜子反射，所以你的 T 恤上其实是 SOS 字样，而你也压根不是什么左撇子。元太之所以见过你，是因为你一直坐他旁边。只是元太睡醒后，你的头发被从黑色染成了黄色，所以他没认出来，甚至还以为你也看到了强盗。不愧是米花理发师，为罪犯染发整容一条龙贴心服务。其实刚才那一切都是在演给黄毛看的。元太看到旗子是为了假装想起理发店的转灯，而元太照橱窗是为了假装想起理发店的镜子。这一切都是柯南刚才耳边风交代给元太的。这会儿黄毛放声大笑，举刀就要赶个米花潮流，挠死元太。但突然身旁的美女拦下了他。原来几个冤种刚才之所以在街上乱逛，就是为了争取时间等警察赶到。还是那句话，试管婴儿下山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此时的黄毛已被十面埋伏，而这位大美女正是戴了假发的佐藤警官。少年探偵団大勝利ですね。でも健太君寝すぎだよ。犯人が金髪にしてもらってる間ずっと寝てたんだもん。気持ちよさそうに寝てたから起こさなかったって理髪店のおじちゃんが言ってた。